大家好，欢迎回到白锦怪谈。本周开始咱们来聊聊著名的占卜游戏塔罗牌。说起塔罗牌，观众老爷们一定不会陌生。大家对塔罗牌占卜或多或少都一定有过些接触，不管是真的曾经用塔罗牌做过占卜，亦或者是在小破站上玩过那种塔罗测试题。可以说，塔罗牌应该是目前风靡全球的几种占卜游戏之一了。那么，这种神秘的占卜纸牌到底源自何方呢？塔罗牌的起源现在被认为主要有6种。第一种呢，被认为来自于埃及。很多学者认为，塔罗牌的名称 Tarot 是取自埃及语中的道和王2个词，因此认为塔罗牌起源自埃及，指塔罗来自古埃及托特之书，继而被吉普赛人引入欧洲。只不过这种说法后来已经被证实为是当时为了推动纸牌发行和销售的一种宣传手法，说白了就是一种广告罢了。第二种呢，则是说塔罗牌起源自咱们中国。该传说认为，公元7世纪以前中国出现了一种由僧人一行发明的游戏纸牌叶子戏，便是塔罗牌的起源。其花色一般分为文钱、锁子、万贯、10万贯4个牌组。这些游戏纸牌可能奠定了4种花色牌组的结构，但牌的总数呢各不相同。后来叶子戏经过不断的演变，也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发展出了很多种分支，例如长牌和吊牌等。时间来到13世纪时，成吉思汗攻占了当时的大宋和部分印欧地区，蒙古帝国的统一使得纸牌游戏有可能随着蒙古人的步伐一路传播到欧洲，并且同样蔓延到了印度。这些地方的纸牌游戏最后都可能受到了中国纸牌的影响，并最终演变成了塔罗牌。那么第3种说法则来自于犹太民族的起源说。塔罗牌的研究者发现，塔罗牌的22张大阿卡纳和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以及古希伯来人的哲学卡巴拉有着密切的联系。传说中，卡巴拉是上帝传授给摩西，希望教给人们如何提升精神力量的方法。摩西按照上帝的启示创造出希伯来文和每个字母对应的意思，而塔罗牌就是在希伯来字母意义上的发展和延续。其22张大牌正好对应到卡巴拉中的22条路径，所以现在相信塔罗牌起源自犹太文化的人也不在少数。突然想起来，UP之前是不是还说要讲一讲卡巴拉生命树来着？说还是不说呢？回头再说吧。那么咱们接着说塔罗牌塔罗牌的第4种说法被认为来自于印度，认为塔罗牌起源自印度的学者的主要根据就是小阿卡纳。在该组牌中出现的权杖、圣杯、宝剑和星币与印度神像手中持有的法器很相似。某些塔罗牌中象征性的事物与印度宗教中的法器含义也很相似之类的。那么第4种关于塔罗牌的起源则是来自于吉普赛。众所周知，吉普赛人在世界上最为人知的就是极具占卜天赋了。在各类美剧中的吉普赛人也多以女巫或者魔女的形象出现，而塔罗牌作为如此有名的占卜牌，自然也是他们主要的占卜工具之一。一部分学者认为，罗马教廷十分反对行占卜之事，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的计划嘛。所以在罗马教廷实力最强大的时期在整个欧洲都是禁止占卜的，因为占卜被认为是恶魔的把戏。一些占卜方法也正是在那个时期失传的。不过正是吉普赛人的保护，才使塔罗牌能够流传至今。因为吉普赛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惨遭迫害，很长的时间里塔罗牌也变得只有吉普赛人才能看得懂。不过说实话，UP倒是认为吉普赛人本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要知道，一个游牧民族能发展出稳定的文化和系统的哲学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们大概率顶多是个塔罗文化的搬运工。更何况吉普赛人出现的时间比塔罗牌出现在历史记录上的时间也足足晚了1个世纪。接下来就要说到这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塔罗牌起源说了，那就是意大利起源说。首批塔罗牌的文件记录于1400年至1450年的米兰、费拉拉、佛罗伦萨及博洛尼亚。当时人们把有预言的插画加到常见的4组花式的卡片之中，这些新的卡牌被称为凯旋牌，而额外的卡片则被称为布拉布拉，成为了英语中的王牌。最早有关布拉布拉的文献被发现于1440年佛罗伦斯法院记录中的书面陈述，有关把移交给西吉斯莫多·马勒泰斯塔的事宜中的文字记录中。而现存最古老的塔罗牌是15世纪中叶
由维斯康蒂斯福扎塔罗受到米兰公国统治者维斯孔蒂所托而绘制的塔罗牌，大概在1418年到1425年之间得到马提安奴的描述，而制作出了失落了的塔罗牌样包。具体的绘制时间呢，被推测为应该是于1418年至1425年间。托尔托纳描绘该套塔罗牌有60张卡片，其中有16张卡片上有着希腊神话的图像，而套装上绘制了4种鸟类。这16张希腊风格的牌就被视为王牌。而在一些文献中则记载到，已故的公爵发明了一种新颖及精致的凯旋牌。而意大利起源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也有大量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塔罗牌源自意大利的一种宫廷牌塔罗棋。14世纪的意大利呢，曾经流行过一种扑克游戏塔罗棋，它与塔罗牌英文的发音很相似，而且塔罗棋也有22张，与塔罗牌的22张大阿卡纳的数量是一致的。同时，意大利诗歌中歌颂爱情、胜利、死亡、名誉、命运和未来等的含义呢，与塔罗牌的牌意也非常相似。UP 在众多说法中最支持这种说法了，但是塔罗棋到底是不是现在的塔罗牌，现在也没有人敢盖棺定论。就像 UP 前面提到的，因为罗马教廷曾对塔罗牌严加禁止，因此许多重要的文字资料已经在罗马教廷的文字狱中燃烧殆尽了。所以前面提到的这些文字记录只能说明塔罗牌曾经最早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但是并不能直接说明它起源自意大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在塔罗牌逐渐和神秘学产生了不可描述的化学反应，但是实际上塔罗一词并没有什么神秘学关联，它只是从再普通不过的法语与意大利语中演变过来的罢了。而塔罗在今天则逐渐分为了很多版本，也带有了一些当地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所使用的塔罗牌呢也有些许的不同。而如今最为主要的3种塔罗体系 UP 也在这边分享给大家。这3种体系分别为马赛塔罗牌、维特塔罗牌以及托特塔罗牌。马赛塔罗牌是出自法国马赛的经典塔罗牌，从15世纪末开始就有文献记载，当地出版了大量印刷的塔罗牌。今日公认的78张标准塔罗牌结构，既是依照马赛塔罗牌的规格而来。马赛塔罗牌的画风简单朴素，它的小阿尔克纳数字牌就像扑克牌一样，没有故事的图案，单纯的画出与该牌数字同数量的牌组象征而已。例如圣杯4基本上就画了4个圣杯，钱币4基本上就画了4个钱币。马赛牌在画风上虽然比较简单，但大多数神秘学学者对于马赛牌的研究仍非常有兴趣。著名的心理学大师荣格即认为马赛塔罗牌包含了人类心灵原型的象征。此外，马赛牌在法国可以说比扑克牌还要普遍在当地呢，反正是主要以玩纸牌游戏为主，在一般的商店就可以随便入手。那么维特塔罗牌又是什么呢？维特塔罗牌是由著名的黄金黎明协会成员阿瑟·爱德华·维特创立架构及帕梅拉·寇门·史密斯绘图所共同创作出的。这幅影响后世最深、发行量也是最大的塔罗牌。这幅塔罗牌于1910年正式发行，之所以其能够风行于全世界，主要有3大原因。维特塔罗的小阿尔克纳数字牌与只是单纯画了小阿尔克纳牌组象征的马赛塔罗不同，其用了具体的故事图案来呈现小阿尔克纳的意义，浅显易懂呢，却又兼顾了神秘学的内涵。作者维特写了一本解释塔罗牌原理及占卜的书，书名为布拉布拉布拉。这本书随附于牌中一起发行，这是史上第一次塔罗牌中附上使用说明书，让购买者能够自行研究，自己去学怎么使。而附随的说明书的创举也成为了日后发行塔罗牌时的常例。韦特塔罗牌发行于1910年，其图文皆为英文，而借着当时大英帝国的强盛及其背后的美国崛起，使得这副在英国销售最好的塔罗牌呢，逐渐流传至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受维特塔罗牌影响而设计出的塔罗牌至少有数百种以上，且英语的塔罗书籍中也有70%以上是以维特塔罗为范本来创作的。故若要从众多塔罗牌中选出一套国际的标准版，首选呢应该就是维特塔罗了吧。那么最后一种托特塔罗牌又是什么呢？托特塔罗是由近代极具争议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
克劳利在与弗莱达·哈里斯女士的合作之下，花了5年的时间，融合了占星术、卡巴拉、易经、神话、炼金术、西方的神秘魔法等各种神秘学元素，所创作出的这副以埃及为主题的塔罗牌，其画风独具特色及抽象的美感，内容深度更是超越以往大多数的塔罗牌。而根据经验，使用过这副牌的人大多认为此牌的灵修功能呢大于占卜功能，所以托特牌在利用塔罗牌进行灵修的人士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受到推崇。说实话，塔罗牌 UP 也不是特别的懂，如果有冒犯到大拿的地方呢，还请见谅。有研究塔罗的大佬也请评论区或者私信指正，我都会虚心接受。那么碍于时间的篇幅，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咱们会一张一张的介绍每张塔罗牌是什么，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寓意。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个3连帮忙转发，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Don't you know